我俩结婚都7年了，矛盾越来越多。他就是对我的工作特别不满意，我工作经常熬夜，有时候演出回家特别晚，也不会得到他的安慰，有时候会对他特别的失望。我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可以说彼此都特别了解，可能是7年之痒吧，就感觉现在他总是看我不顺眼，脾气也越来越大，给他什么建议都觉得我是在找茬。我希望我们都能做出一些改变。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波，30岁，来自黑龙江职工，来有请小波，有请。女嘉宾小孙，来自黑龙江，30岁个体，有请小孙，有请。欢迎两位哈，两口子是吧？对，结婚几年啊？结婚7年。7年了？从认识到结婚7年。有娃没？有了。娃多大？5岁。进来干嘛呀？我就是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通过现场的情感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些婚姻当中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从哪个问题开始啊？首先第一点，我就感觉他还是非常懒，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属于那种就是1个月30天，可能上班20天，可能回家就在家待10天。工作也比较辛苦。回到家里之后需要一个，可能任何人回到家里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但是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从我推开门的一刹那，从门口到沙发，到台阶到2楼，全都是他的东西，什么鞋了、衣服了、包了，什么扔在地上全都是东西，就家里很凌很乱很乱，可以说是一片狼藉。这个你承认吗？我也打扫。你1个月也就打扫最多2回。因为我平时也很忙，然后在家闲些的时候就想多休息一下。其实我乱点他乱点无所谓，我也希望他能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啊。就是我在家的时候，我下班工作回家的时候，我再收拾屋子，我把他的所有东西全都收拾一遍，楼上楼下的。但是我收拾的没有他造的快啊，我前面收拾的，后面紧接着又造成又是一样。但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我希望他能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会把孩子也照顾得很干净，然后自己也很干净，只不过家里的很少去弄我的那些衣服什么的，就是乱。对，是脏还是乱？在我看来乱中有序啊，乱中有序。然后我自己能找到我的东西。在我看来是又脏又乱。行，第1点懒，第2点，第2点就是他特别的爱花钱。可以这么说吧，一天如果挣500块钱的话，他可能有300块钱，他一天得花到300到400块钱。很愿意逛街，很愿意溜达。每当溜达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一到商场就控制不住。这个我觉得每一个女孩都应该这样吧。我希望她能攒点钱，我倒不是不让她花钱，花钱花的冒啊，消费观念有啊。因为我们2个就是学艺术的，艺术毕业，从毕业了以后吧，他慢慢就进入了，就是他靠唱歌，晚上在外面在西餐厅去唱歌啊，下班回家非常晚。所以说他现在这么辛苦，我看到他这么辛苦，可能是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心疼吧。听明白了。他天天既然这么辛苦，为什么我熬着自己的青春？我希望他能攒下一点钱，到以后能用得上。这样能用钱的时候能拿出点钱来。就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工作，我其实也不太愿意演了。现在就是小的时候学艺术，然后呢，他又每天上班很忙，出去了1个月能回来10天那样。然后我在家待着又很无聊，然后我本身还有这个唱歌的天赋，干嘛不出去赚一份钱呢？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因为现在是个歌手是吧？对。行，这是钱的问题。还有呢？我希望他能把晚上的这个唱歌的工作呀，转变一下，换一下。哦。因为不但每天下班非常晚，而且在那个环境里啊，会有一些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你能保证你自己的行为举动，对吧？但你怎么保证别人呢？有些人喝多了，或者怎么样了？因为我接触不到任何客人，我只是演完出就走。是你接触不到客人，我也说了，这跟那没关系。你怎么知道？你能控制得了别人的思维、想法和思维吗？这个人喝多了，你知道他要做什么吗？
希望他放工作是这意思吧？或者说就做全职了，是这意思吗？我倒不是希望他做全职，因为他对音乐有这个爱好，就我们都是共同学音乐，我也支持他。你可不可以换在白天？就是你既然喜欢音乐，为什么不做一个艺校了，或者是通讯公司了？这些都可以在白天，为什么非得在晚上？我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就是晚上那种生活。我白天特别不喜欢，白天上午几乎都是在睡觉、补觉这样子。这是从生活观到了工作观都不一样。还有吗？抱怨还挺多，这老公来。还有就是他晚上下班之后好喝酒，而且跟朋友喝酒可能会喝得很晚，经常后半夜回家。本来下班就很晚，可能吃饭跟朋友聊聊天、喝酒，他已经但是我的朋友你都认识，对吧？没有你不认识的。我的朋友，我的所有女朋友你都认识，我们在一块吃饭也是很正常的呀。是。再一个你们吃饭正常，我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说晚上回来有点太晚了，我真是有点不太放心。再一个对身体也不太好。是我好奇的问一句，孩子谁带呀？这晚上出去又演出，又吃饭。婆婆和妈妈有的时候就家离得都不远，然后各自过各自的那种，然后把孩子送过去那样的。然后我晚上是5点半西餐厅唱到8点左右，这个时间我就没有时间吃饭。然后呢，紧接着又要演下一场，总共一天晚上2场，大概11点结束了。然后我就会约我的朋友们一块出去吃个饭，因为我没有时间吃饭，在人家吃饭点我正在工作。5点之前你可以吃饭，正常人都是晚上4、5点钟。你想想，我起来的时候已经12点了，我刚吃完饭，我4点能吃。所以说，我想改变你这种晚上的生活。你这种晚上生活，你跟正常人就不正常。人白天都在工作的时候你在睡觉，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在工作。这个有多少年了？你所谓的不正常？2年多。2年多，改还来得及，愿意改吗？也不愿意改是吧？习惯了是吧？关键可能还能在一个舞台上去唱，不管是什么样的舞台。我也想给家里减轻一份负担，因为太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挺多的，不想给家里人添很多的压力。然后，而且我们说他总说我买，我又没有去像什么样的女孩去透支卡呀，去买奢侈品啊，这样不会。我只是在我有限的能力当中，然后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就总觉得我的吊牌有的衣服都没有摘，然后就觉得我浪费，然后就送人了。他一帮我收拾衣服的时候，就会训我，就大声跟我说话，嗷嗷喊着那种说。那你们俩的这个夫妻之间的交流的时间有吗？也会有，但是他上班的时间久，回来10天，他大概得有8天是在外边玩，打牌呀，然后跟朋友聚会呀，然后他有他的爱好，打台球，废寝忘食的，有的时候会打1天。你也不管孩子是吧？孩子管啥呀？白天上幼儿园，晚上陪孩子待一会儿，这孩子睡觉比较早。那你这个20天工作还是在家对吧？不是在家。就外地不在家的，对，是在外地，因为我们是从事石油钻井行业，就是在荒郊野店，人都没有。那你等于回家10天这10天你还要出去玩8天。我不光是出去玩8天，我也陪他呀。只是在白天的时候，有时候白天他还有些事，有些商业演出了。他偶尔会陪我逛一次街，然后呢，不是丢这个东西就丢那个东西。我这前脚刚逛完这家店铺，刚买完东西，后脚去第2家。就得去前面一家去取那2样东西，就是丢三落四，从来不帮我经管东西，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自己去经管。行，那这个我承认。咱们看这个大冲突、大矛盾，排一排啊，花钱、懒、工作，是吧？大概是这么3个方向大矛盾，你最想解决哪个呀？其实还有一点是最让我受不了。有最受不了的啊，说，就是他喝完酒回来，总翻一些以前的旧事儿。就是翻小肠，把以前的旧账翻出来。他喝完酒回来本来挺晚，有时候我可能已经睡着了，第2天还有工作。但是他回来，他不管你干什么，回来就坐那儿就跟你说，每天跟我说吗？对，那你说我心里有委屈的时候，我不跟你说，难道我跟外人说吗？你当然可以跟我说，你真要是受过什么大委屈，当然可以跟我说，但是都是一些以前的事儿。你说我躲不起吗？我躲吧，我上那屋了。他那我跟你说，人家不想跟你聊会儿天吗？那我得说那件事，我当时已经很酷，我不吱声不行吗？不吱声还不行，你必须得跟他解释，把所有的事儿重新解释一遍。解释完之后，他可能过一会儿他睡着了，给我整的这一宿基本上睡不着。因为你想啊，1个月20多天不在家，对吧？20天不在家，
回家10天，白天您要出去玩会儿，晚上他要出去上班，你们俩基本没有什么交流的时候嘛，所以只能喝完酒以后翻旧账嘛。丘比特问卷，周群老师啊，你是觉得他的工作，如果换了之后，就可能改变你们的现状，是吗？因为他现在天天回家特别晚，也不安全。我上班的时候还是不放心。所以其实你觉得你们之间主要的矛盾是他的工作，对吗？嗯，对。哎，你想过有可能改变你自己的工作吗？就不在外面20天，你就在家里这附近找一份工作，每天可以按时回家。因为我的工作是属于那种国企单位的工作，要是放弃了太可惜，是吧？对。孩子现在其实大了，上幼儿园了，我们知道他可能就不需要24小时在你身边了。确实，我们要找一份能够让自己快乐、接触社会，同时也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份工作在爱人看来，他其实反弹很大，很排斥。你想过要改变吗？最近是有他，因为他总跟我吵架啊，但是我还是想唱歌。我觉得我的个人建议还是你们双方彼此再协调一下。男生你也不要一味的要求女生。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真爱这个家，真爱他的话，你不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性。你觉得你的国企工作不能够放弃，他也觉得他的爱好不能放弃，你们俩都不能放弃，那最后只能僵在这儿，没办法解决。如果双方都可以往后退一步，或者往前抱一抱的话，都可以解决。所以事情主要矛盾不仅仅在女生，你身上也有，好吗？好，谢谢周老师。来，徐总，男生必须要来的，对吗？对。你肯定潜意识里你是觉得这个现在你们状况其实蛮危险的。对。你们的确很危险。你知道长久的幸福的爱情是因为什么来支撑吗？一个词儿，刚才女生提到了习惯，而恰恰你们之间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习惯了没有对方的生活状态。你20天，1个月20天在外面，10天在家里，还有8天可能要出去跟朋友聚会，你的心在家里吗？女孩明明知道男人可能只有10天在家里，但是你的作息呢，上午12点之前是要睡觉，下午5点到夜里11点是要工作，然后还要再吃，对吧？你们留给彼此的时间有多少？我主要跟男孩来说，因为是你提出来的，你就要主动的表现出更积极。因为女孩之所以如此，有你的因素在，因为你们整个这个家很空，你们的爱很虚，谁都不想回这个家，因为谁回来了，家里也没有另外那个人。好不容易有一个孩子，应该在父母呵护下长大吧？不好意思，有你的母亲和你的母亲在照看，更让你们给不回这个家一个借口。你能不能做到10天回来，10天都给我待在家里头？孩子结婚，你放心，你天天在家里头，你给他做好了饭，他一定会回来的。女孩，如果真是你愿意为这个家付出，那就也要做出行动来。
这个行动一定是双方的，但是最好能有那个争当第一的那个人，谁第一，谁最快的回到这个家，谁就是最爱这个家的人，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莎娜老师。二位好啊。婚姻已经进入到一个疲惫期了。我看过一段话是这样形容婚姻这样的一个长久的关系，他说，婚姻其实作为长久的伴侣关系，两个人更像是合伙人。这段长久的伴侣关系当中需要什么？第一，要有原始基础的爱；第二，要有对生活的愿景和期望和目标；第三，就是要有落实到实际的合作的契约精神，就是我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我们两个人都去共同为之奋斗努力遵守的这样一个契约精神。所以如果这3点你们都有的话，那这段婚姻，这段长久的伴侣关系就一定会非常幸福的持续下去。但如果有一环出现了漏缺，我们就在这一环上找解决的办法。那显然你们现在有原始的爱在支撑，可是没有对生活未来的目标和共同的愿望，那就解决这个问题。放下对自己伴侣不切实际的要求，支持你的伴侣，然后呢，就是化冲突为合作契机。冲突是指什么？两个人的吵架沟通，不要翻旧账，就事论事。如果遇到了问题，我们先解决情绪，再处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解决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为了发泄情绪。如果你一直翻旧账，不就事论事的话，这篇永远翻不过去，而这次架吵的就没有意义。我们发生了冲突，发生了问题，把这次冲突矛盾解决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更加的紧密。这又是化冲突为合作契机。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两个人都需要不断的调整和成长，因为是这样才能给彼此安全感。所以以上的这一段话送给你们2人，希望你们共勉。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涂老师。按照你们对于时间安排的描述，孩子在家的时间一定很少。什么是家？摇篮的周围都是家。只要有孩子的存在，你们彼此就会因为孩子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如果孩子在家，你哪有时间去唱歌？所以说，其实你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自己的工作放在了孩子，放在了家的前面。不要说自己的工作有多难割舍，不要说这有多难改变，实际上都是可以改变，不过是你们彼此适应了现在这种单身生活。男生唯一休息的那8天10天，你都拿出去消遣。如果女生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一定会谴责这样的父亲。但事实上，你也把家里面搞得不像一个家，乱七八糟。你不能够给男人回来以后的一种归宿感，男人也不能够给你一种安全和孩子的父亲的责任感，那么这个家其实早就散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彼此还要过下去，就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个家里，否则的话，离婚在即。就这样。谢谢。好，谢谢涂老师。有的婚60秒。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真的是想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爱情。我也不像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所承诺的那样，一直守护着你、保护着你、呵护着你。同时，我也去最大限度的去尽量去改掉我身上的这些毛病吧，或者是你今天所说的我的这些不好的地方。我也同时也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我呢，还是会坚持我自己的梦想，而且我也会努力的去赚钱，但是换一种方式去赚钱。时间到，谢谢两位，请回啊。来，请关门，我们看一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来，有请。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筒，有请。谢谢啊，祝你们幸福，谢谢，谢谢大家。请回。